梦里姨娘的悲惨故事，在借居荣国府的薛家同样也在上演。香菱就是薛蟠的姨娘，而且是摆过酒请了客，明公正道的封了妾的。可是薛蟠对她的热情也就维持了几天的时间，用王熙凤的话就是过了没半月，也看得马棚风一般了。而等到薛蟠娶了夏金桂后，香菱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夏金桂虽然是个年轻小姐，脾气秉性却十分泼辣强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尽管香菱十分殷勤小心服侍，受到的仍是百般刁难与折磨，以至于气怒伤感，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肝血之症。而一向以慈爱著称的薛姨妈，明知道香菱受夏金桂欺辱，却仍是责怪香菱，甚至吩咐快叫个人牙子来，把香菱多少卖几两银子，既不论是非曲直，更不管香菱再度被卖后的命运。他之前对待香菱看似不错，也只是主子对奴才的赏识，绝没有真感情。而宝钗站出来劝母亲不要变卖香菱的原因，也只是怕别人笑话，因为薛家从来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这母女俩对待香菱就像对待一个物件似的，讨论是否应该出售她，这其实也就是姨娘的真实地位。其实香菱命运自从被拐带后就始终没被改变过，她只是薛家买来的一个奴才。而《红楼梦》的后40回说香菱后来被扶正，将她的结局写成了喜剧，这明显违反了原书的本意。曹雪芹在第5回给香菱的判词已经写得明明白白，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其实书中赵姨娘的处境何尝不是如此，待王夫人嫁入荣国府后，她就须得为保住地位而费心。对于王熙凤与王夫人的排挤，只能吞声承受，用她自己在第55回里的话来说，是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这熬字的使用与赖嬷嬷如出一辙。王夫人嫁到荣国府后，先后生下贾珠、元春与宝玉，赵姨娘生下探春与贾环是后来的事，这或有助于她处境的改善，儿子更是其地位的重要保障。可是贾环却被王夫人骂作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种子。探春虽是得到王夫人的赏识，但前提是只认王夫人为母亲，并与她有血缘关系的赵姨娘划清界限。所谓吞声承受是赵姨娘的自我表白，是她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实际上随着岁月推移，环境的压力使赵姨娘常显出病态式精明，并使用不合礼数乃至下三滥的手段以反抗。尤氏将赵姨娘等称为苦户子，既是形容其苦，同时也可能是在借用苦户子含有毒素的寓意，即是长期以来的精神压力所造成的心理扭曲。在家庭斗争中，有社会礼法支持的正妻往往是胜利者，但也有较幸运的妾，例如被贾雨村扶正的焦幸。对于焦幸的命名，脂砚斋的批注是侥幸也，这是在说它只是少数的例外。而当时的社会礼法替姨娘们所设计的最好出路，正是书中周姨娘身体力行的。清人江琪的《红楼梦》诗就曾称赞她是姨娘的楷模。探春也很希望自己的生母赵姨娘向她学习，在第60回里曾劝导她，你瞧周姨娘怎不见人欺她，她也不寻人去。周姨娘在书中若有若无，正是因为她默默地顺从命运的摆布，所以才得到了主子的称赞。可是即使如此，王熙凤照样将她丫头的月钱扣去一半，遇上过生日还强收她的份子钱。尤氏开恩将钱退还时，她还不敢收，可见这位模范姨娘平日里是在怎样的氛围中过活。在《红楼梦》中，周姨娘与赵姨娘是作者塑造的正反两个典型，合而观之，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为人妾者命运的概括。在主子们看来，女奴丫鬟能当上姨娘是无限的恩典，因为她们将享有一定的待遇与权益。然而她们在人格受侮辱、肉体遭欺凌、心灵被扭曲等方面与其他女奴并无差别。曹雪芹笔下的姨娘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了荣国府内半奴半主的重要类型。